我叫洛晴花，1小时前刚穿越到这个种植不靠浇水和施肥，纯靠祈祷自然可以增让植物生长的封建迷信进入世界。虽然知道要尊重不同风俗习惯，但只是问了句为什么不给植物浇水，就要给我们一家判罪，也太扯了吧！六长老英明啊，抽取繁华城邦的自然之力，输送给陵墓城邦，至少又可以撑个上百年了。有我在，陵墓城池只能是自然之力最丰沛且最繁荣的城池。六长老，最近能种活的灵植越来越少了，我们真的只要靠祈祷就够了吗？放开我！抽自然之力这事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不管他听没听见，先给他安个罪名。洛祭司其女洛晴花质疑自然之神存在，妄想用人为干预影响灵芝生长，亵渎自然，判全家流放无光荒漠，即刻执行。荒漠没有植物，一点自然之力都没有，流放到那儿，看来六长老是铁了心要他们死啊，太可怕了，会变成沙雕的。看着自己慢慢沙化，逐渐失去对身体掌控的和意识，比直接判死刑都难受。荒漠，上辈子我跟导师弑杀3年，出来又当了园艺师，荒漠简直是我的舒适区。晴花，你怎么还想得出来？我们会变成沙雕的！姐姐别笑了，我怕。妈妈，我不想变成沙雕。妈，你别担心，荒漠没那么可怕。你还小，不懂，精灵没有植物产生的自然之力，活不下去的。自然之神啊，请宽恕我们！在笑什么？长老，我是害怕。哼，现在怕晚了。来人，把他们带走流放。哭个屁！走。沙漠很难有植物自然存活，得想办法拿到些草种。看什么看？你回不来了。运气不错，是我不好，浪费官家时间。一棵草都没有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自然之神保佑！妈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死的。青花，你什么时候拔的草？偷偷摸摸干啥呢？赶紧走！罪人也配喝水？这可是金贵的自然馈赠。哭！再哭扔沙丘上，今晚就变沙雕。我这还有水，你先喝。姐姐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会找水。荒漠植被稀少，但不是完全没有活路。沙丘挡风，扎营背风坡，会比平地暖和。有植物，就证明有水，有自然之力。我们不会死的。真的吗？姐姐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？看书看的。而且植物少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种。青花，种植没那么简单。你爸当祭司上百年，每天祈祷种植，1年种出100株都难。对啊，青花，在陵墓城种植都如此艰难，荒漠又怎么可能种活东西？爸，你们种植就靠祈祷，祈祷有什么用？要相信科学。姐姐，科学是什么？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东西。喂，你嚷嚷啥呢？再不走，鞭子可不长眼。植物提供自然之力，很珍贵，得先用水养着。青花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能把它塞到水里？我们的水已经不够了。妈，我们要喝水才能活，植物也要。那怎么办？无论是没有水，还是没有自然之力，
我们都会死。等晚上扎营，我会找来水。到了无光荒漠，听我的，我让你们活。好可怕！我不想变沙阿草，别看，是辐射，别怕，姐有办法。剩下的水根本不够我们撑到流放处。自然之神，请可怜可怜我们。谁渴死了就地埋了呗。将军，今晚可得好好睡一觉。自然之神啊，请赏我们些水吧！您忍心看着您的子民变成沙雕吗？自然之神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这些精灵难道什么都靠祈祷吗？不行，再不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全家都得渴死。青花，快天黑了，你要去哪儿？祈祷没用的，我去汲水。你们身上还有不透气的东西吗？这不是你祈祷用的道言卷轴吗？罪过，罪过！自然之神，请宽恕我们。妈，自然之神不会怪罪我们求生的。你们先睡，天亮前我一定带水回来。这里沙层踩起来偏硬，下面应该有水。简易集水装置完成了，但小包太轻，用沙子压住就好了。接下来只要等着就行。水，真的是水。青花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？妈，你放心吧，跟着我不会变成沙雕的，我们都会活下来。妈的，这破花漠昼夜温差怎么这么大？大晚上的，冻死人了！都是你们这些该死的流放犯，害老子和你们一起受这苦！不行，这样下去，全家都会冻死。爸，跟我挖沙坑。青花，挖沙坑做什么？我们已经触怒了自然之神，现在挖沙坑只会让自然之神更加愤怒。自然之神要怪罪，那也是之后的事，总好过现在就被冻死。快，挖沙坑，越深越好。爹，挖半人深，沙是热的，越往下越热。妈，你去捡些干草和树枝，越多越好。芹草，你去捡小树枝铺坑底。留这个口，热气往上走，冷风进不来。姐姐，真不冷了。这是神迹吗？这是科学能改变命运的东西。湿沙保温，能当暖袋用。青花，苦了你了。看来地下有水汽往上渗，这里有水。是干涸的河床。大早上叫魂呐，赶紧叫他们起来，睡得跟猪一样。有水的地方一定要记住位置。这屋子
怎么能住？能不能住都得住。你以为他还是高高在上的祭司？咋能这样说咱们大祭司呀？这石屋住过3批流放者，一批变沙雕，第2批护肯，第3批……吓唬他们干啥呀？反正也活不久了。我们今晚睡这面墙旁边。石头升温慢，降温也慢，在石头隔壁会比在屋子中间暖和。趁现在没天黑，爸，跟我去捡树枝。妈，你和晴草去拔干草，把干草铺到墙根。原理和沙坑一样，冷风进不来，热气跑不掉。青花，这也是你说的科学？对，能改变命运的科学。这些沙子等明天找来水以后和在一起，用来固土。姐姐，这些草真能活吗？会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像我们一样。爸，来的时候我沿路做了记号，明天跟我出去，我们去找河床。到了，就是这里，往下挖肯定有水。青花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比我都冷静。人在没招的时候确实会成长的。可你又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？爸，你就当是我的天赋吧。这下面的沙子是硬的，说明有水和沙混在一起了。就往这儿挖。青花，你看，这里有黑色的泥。爸，这些是植物死去腐化之后形成的黑泥，说明这里曾经有大片茂密的植物，但突然间全死光了。一下子全死光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除非被人为破坏。我之前想找六长老问灵芝能种活的越来越少的事，结果被他二话不说找人嫁出去了。进门前，我好像听到繁华城旁输送撑100年的字眼，莫非他在消耗其他地方的自然之力，维持陵墓城旁？爸，精灵王国还有多少精灵？在陵墓上住的和不在陵墓上的都有多少？陵墓上不足3000，流散的没有统计，但应该过万了。青花，这些草是我们最后的灵芝了。草只泡在水里，没养养，迟早也会死。种下去，才能活。爸，要想恢复这里的自然之力活下去，只靠我们不够。流散的精灵这么多，我们得想办法聚集人心。这里被抽干的自然之力，要让六长老全部还回。是自然之力，自然之神，您终于眷顾我们了。天天除了祈祷就是祈祷，水也不浇，肥也不施，难怪一年到头都种不了几株植物。唉，封建迷信害死人啊！妈，现在有水和沙了，不如我们把石屋修一下吧。是沙暴，快去找树枝编栅栏，不然不出1个小时，风沙就会埋掉这里，所有幼苗都会死。听青花的，捡树枝。自然之神会保佑我们的，会的。压住栅栏根部，有身体的。神法，这是神法。
现在去河床中心拿湿沙，青草去捡树枝，妈过来帮我扶苗。不行，水不够，苗得移植到河床那边，但河床也早就干涸了，沙里的水根本不够让灵芝长大，还得找新的水源。爸，青草，今晚收拾，明天带着屋后的苗跟我去河床那边扎营。姐姐，我走不动了。落茄草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往前，水在西侧。青草，听你姐的，走。姐，这里有东西。这个形状是暗渠，快，岩石板挖。水，姐姐，是水。能喝，但还不够，这个量大概只够2户人家饮用。水，是水！求求你们给一口水，就算只救下孩子也好。这我们也没有。水可以给，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分到水，但我有条件。你们可以先来喝水，但这暗渠现在的水肯定不够喝，想要更多的水，就必须挖通这条暗渠。挖完后，你们想喝多少喝多少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教你们3种找水法，再也不怕找不到水。我们凭什么信你有这么好心？在荒漠想活下去，不是几个人就能做到的。第一种，绝沙探湿，沙层颜色由浅变深，由松散变紧实，说明沙层下有水。跟着我说的地方往下挖，就有水。这下信了吗？你就不怕我们喝了水，学会了找水之后就反悔？你们能保证自己100%找到能挖到水的地方吗？这不能。那就听我的，先喝水，然后一起挖。挖通之后，我教你们找水，保证你们以后都不用为水发愁。把石块放沙到底部，别让水流到沙子下去。休息一下，继续往左右两边挖，水应该不止这么少。姐姐，挖出来了，好大的水！水，真的是水，够我们所有人喝了。自然之神保佑！不是神，是科学。接下来，我需要你们帮我把水引到河床边缘，那里有我种的灵植。荒漠里也能种灵植？不可能吧！就是在灵木城邦这个自然之力最丰沛的地方，1年也就能种出不到100株灵植。这和自然之力没有关系，种植是门科学。科学？一会儿再解释，先挖。快看，那里有苗！荒漠里真的能种出东西！有了自然之力，我们就不用变成沙雕了。这就是科学的力量，暗渠发到这儿就行，土地会自己吸水。沙漠风大，幼苗周围要布置沙罩。现在大家去捡些长枝条和石块，所有人看好了，我们要在迎风面做栅栏，拦住流沙。这下苗就不怕风吹了。荒漠真的能种灵植？现在信我了吗？第2种找水法要观察植物疏密分布，植物生长要水，植被越密集，有水的可能性就越大。第3种，用不透气的东西盖在沙坑上，下面放容器收集上升水汽，记得用湿沙压住4个角和中间，水会从中间滴下去。晚上布置好，早上水囊里就有水了。是水，自己找和收集都可以，以后再也不用渴着了。而且还有田，有植物，有自然之力，我们以后可以住这附近吗？不会白吃白住的，我们会帮忙的。我也想住这儿，
总好过在沙漠里日晒雨淋。那不如我们让妈妈过来一起住，把这里建成新的家园。家园名字就用秦花姐姐的名字，叫秦花村，怎么样？也好，多个人就多个照应。要在这生活的话，不如我们一起把暗渠搭到更远的地方，把周围都种满灵植和粮食。秦花村，秦花村，秦花村！几百年了，这里终于重新长出了植物。关于这里的事，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大人，他们不仅没死在无光荒漠，还靠什么科学种出了不少灵植。该死！要是这事儿传出去，岂不是人人都会来质疑祈祷无用？那我这长老还怎么当？不能让他们威胁到我的地位！给我派出清道夫，我要他们死，一个不留！清道夫，给我杀了他们，一个不留！是。长老息怒，此时杀人灭口，不仅显得我们心虚，还坐实了科学有用的说法。你的意思是，不如让青兽府制造些意外，对外宣称是神法，然后吸走那里的自然之力，让荒漠重新吞噬绿地，让辽民亲眼看见违背自然之神的后果。这样他们只会更虔诚地信奉自然之神，更相信你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要让那些贱人知道，没有神佑，他们屁都不是。你们立刻去办。是。你回去继续盯着，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回来跟我汇报。是。动作快，长老说了，要伪装成神法，别被发现了。睡前水喝多了，想上厕所。不对，怎么没听到水流声？那是偷草贼。不对，草枯萎了，自然之力也会消失，这样的草偷了也没意义。神法的假象已经布置好了，马上撤离。那些愚蠢的流民，醒来就等着跪地求饶吧。爸，快醒醒，暗渠被毁了。神法，是神法！自然之神发怒了！自然之神要罚就罚他，都怪他起的头啊！凭什么都怪姐姐？你们过河拆桥！这不是神法，我都听到了。有人说要伪造神法，草叶上的是腐蚀粉，把尸沙盖上去可以隔离。爸，你带人去暗渠上游，重新找石头铺好水道。从今天起，秦花村必须建立巡逻队，轮流守夜，任何人不得单独靠近暗渠和绿地。这真的不是神法吗？幕后黑手就是要让你们觉得这是神法，真这么想，就正中他们下怀了。要玩神法是吗？我陪你们玩。就算不是神法，能悄无声息地破坏暗渠和绿地，我们这些流民恐怕也很难和幕后之人抗衡。我不想死，我要离开这儿。走可以，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就算有我教的找水法，没有足够的自然之力和粮食，走出10里就可能变成沙雕。幕后之人伪造神法，说明他怕了。他怕你们知道，哪怕不用祈祷也能种出灵植，怕你们不再跪他信他。说的好听，跟着你，连草都保不住，变成沙雕也就是早晚的事。你除了嘴上功夫，
还能有什么本事？那你又有什么本事？老子一拳能打死沙狼。那你能把植物种活吗？能提供自然之力吗？种活植物是那些祭司才能干的事。我不是祭司，但我能种活。按我的方法，人人都能种活。用什么种？用嘴种？这些都是我种出来的。在种植上，蛮力没用，知识才有用。哼，什么歪理？能种了不起啊？你运气好，种到好养活的类型罢了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可以赌一局。你用我的方法种50棵苗，再用你的方法种50棵。只要用你的方法能种活的比我多，我就向你磕头认错。行，要是老子输了，老子以后跟你混。用你的方法，还真能种活这么多啊！我铁骑说话算话，以后我跟你混。记住，你跪的是科学，不是我。我留下，教我种地。我要加入巡逻队。想留下的，从今天开始听我指挥。我们要开垦新田，把暗渠引到更远的地方。姐姐，我们为什么要收集树枝和蜥蜴粑粑？好臭啊！我们要堆肥，有肥料，植物才能长。粑粑里面最有营养。堆肥要发酵，温度升高才能杀死病菌。7天后再看。看，黑色，是不是我们绿地的颜色一样？这种颜色的土最有营养。这片区域之前应该长着大量的植物，但突然之间全死了。所以黑土地肯定不止这一片。铁子，你带队跟我去找其他黑泥。是。什么植物突然死一大片啊？太扯了吧！这是什么烂树根？这种植物我认得，几百年前古精灵王城附近种满了这种花。再往前走走，应该就能看到王城遗址了。古精灵王城在这附近，说不定有剩下的物资，一定要去看看。前辈，您以前是古精灵王城的人吗？这里是怎么覆灭的？您还记得遗址入口在哪儿吗？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？我判断这里以前有大片的植物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了。我和我爸猜，这可能是六长老的手笔，但没有确切的证据。我想知道以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跟我来。其他人留在原地，我和铁骑跟您去。还真有城啊！300年前，陵墓是大家的，自然之力通过灵脉流向每一寸土地。后来有一天，城里的植物突然枯萎，精灵们四散而逃，来不及走的人都变成了沙雕。那日是我侥幸被派往城外办事，才逃过一劫。六长老干的吗？我后来在漂泊的途中，从别的精灵口中听到零碎的传言，拼凑起来才明白，六长老窃取了陵墓的枝桠，又设法抽取了其他城邦的力量，催生陵墓枝桠，这才有了如今繁华的陵墓城邦。那些失去家园的精灵，则被迫成为了流民。这个畜生！走吧，这里深处应该还有古精灵王国留下的种子库。竟然还有种子库！还是蜡封保存的，
隔绝空气，防止霉变，过100年也还能用。这些种子真能种活吗？都过去几百年了。当然可以，装不下了，先装这些，回头再来装别的。走，往里看看。这是陵墓最古老的枝杈，我们以前精灵城的王就是用它来引导灵脉，让自然之力流向四方。如果能吸取足够的自然之力，或许能重新激活它。激活之后可以引导小型灵脉，甚至治愈枯竭病。枯竭病是什么？忘了你们一般不说学术物语，枯竭病就是精灵的沙雕化。原来枯竭病就是变成沙雕。青花村的流放者大都有枯竭病的征兆，如果能治好他们，再让消息传播出去，会是个聚集人心的好法子。这个很重要，回去再研究。我们先出去。找了这么久，终于让你们找着好东西了。你们跟踪我们，就是要让你们找，找到越多，我们收获越大。你们死的时候才越绝望，把种子和枯枝交出来，给你们个痛快。做梦！老子一拳打死你们！铁骑，不能和专业的杀手硬拼，这里地形复杂，可以利用一下。铁骑，带着前辈跑。那你怎么办？信我。该死！现在人数不占优势，先撤！你疯了吗？差点把我们也埋了！这不还好好的吗？而且我们都活下来了。快去把那2个人揪出来，我要审问。喂，他们已经咽气了。这种程度的伤，顶多只是骨折而已，怎么会咽气了？快看，这是毒吧？看来他们应该是失去了行动能力，断定自己跑不掉，于是咬破毒囊自尽了。他们身上还挺干净，估计是打算趁我们落单，伪造自然意外把我们一网打尽，带着战利品一起再回去向幕后黑手汇报。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这2个人身上的衣服和我那天看到破坏暗渠和绿地的人穿的一模一样。如此费尽心思伪造自然意外，假装是神罚，这样疯狂维护自然秩序的方式，倒是让我想起个人。是6长老。没错，就是那个只因为我问了一句为什么不给植物浇水，就断定我质疑自然之神亵渎自然的6长老。那个畜生！别激动，先出去。刚还有人跑了，万一他带来援兵就糟了。妈，这些是我在古精灵城找到的种子，按我之前教的种植方法，刮掉种子表面的白蜡，先种到土里。青花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种。
青花，这种子刮掉白蜡竟然还真能用，发芽还这么快。当然能用了，妈，这几天正常照顾，我们过几天再来看。青花，你快来看，这些芽前几天好好的，不知什么时候叶子就黄了，像要枯萎一样。神法，又是神法，又是神法！自然之神啊，请宽恕我们，我们要完蛋了！果然跟着他就没有好下场。别喊了，哪来那么多神法？神医天天啥也不干，就光看着我们了。夜间边缘焦枯，这是典型缺钾症状。这不是神法，是植物生病了，叶片发黄卷曲，是缺钾，也就是盐。缺盐？植物也要吃盐？没有盐，叶片就会发黄卷曲，就和人的脚浮肿一样。虽然给植物补钾最方便的方式是浇淘米水或草木回水，但盐这种东西，多找多存点总没错。爸，铁吉，我们去找盐。说的容易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这附近应该就有。这里是干涸的河床，河床水干了，盐分却不能蒸发，会留在地上。挖的时候最好找河床低洼处挖。如果看到白色泥晶，那就是盐了。陆青花，找到了，我们多带点回去。矿盐要放水里先溶和，不然植物吸收不了。盐溶解完也不能直接浇，要放植物观察一下，气泡少，说明溶液浓度适中，然后才能浇土里。3天后再来看。真的绿了！现在知道科学的厉害了吧？科学能救命啊！原来不用向自然之神祈祷也可以解决问题。你怎么啥都知道？因为我相信知识就是力量。姐姐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呀？有什么用吗？这是草方格沙罩，可以急流风沙，降低风速。苗圃外围都得围一圈，风小了，苗才能站稳。还没完，方格里先沙打旺和冰草的种子，它们长得快，3个月就能盖住沙面，保住水分。等地面稳了，再在格子里补种梭梭树，往深处沙根。终于种好了，辛苦大家！等梭梭树长几年，根扎下去，这地方的水土稳固了，荒漠就会开始绿地化了。那以后都不用担心自然之力了。不用担心了。当时得知要被流放时，我们还以为肯定要死在荒漠了，哪里会想到自己真的能在荒漠种出一片绿地呀！这一切都多亏了青花这孩子。爸妈，青草，今天工作量这么大，大家肯定都累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沙暴，是沙暴来了，大家快躲好！完了，绿地肯定要被埋了。这格子还真管用啊！草方格降低了风速，沙子沉在格子外进不来，这就是科学的力量。这好像是之前破坏暗渠跟踪我们那些人衣服上的纽扣。又来，快清点下人数，看有没有少人。报告，清点完毕，没有少人。昨晚大沙暴，最适合动手并伪装成自然意外，但那些人却没有动手，看来他们很可能还在观察。
或是在等待背后的指示。老大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前，先别打草惊蛇。正好过几天，我们从古精灵王城带回种下的第一批古种要成熟了，我们将计就计，举办个宴会，让他们以为我们放松了警惕。跟着情花，天天有粮。情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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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花。等等，这水有问题。这是六长老经常给虫贩用的东西，是毒草之液。先截断水源，不能再让更多受污染的水流下去了。爸，跟我走。现在一部分人去绿地那边接水，把那些水都先收集起来。暗渠下游的水都被污染了，不能再让那些水流进绿地。铁吉，你带另一部分人把暗区附近5米范围内的表层3寸黑土翻起来移开，找地方埋了。沙漠里每一滴水都珍贵，这么多被污染的水不能浪费，收集来的水倒锅里。等火把水煮蒸发了，水蒸气会聚集在锅盖上，顺着锅盖滴到碗里，碗里的水能接着用。多架几个锅一起煮，这样快一些。水源恢复了。报告，我看见这个人在绿地附近徘徊，鬼鬼祟祟的，是之前跟踪我们，最后还跑了的那个人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无可奉告，但那位大人的计划，谁都不能阻止。该死！报告，有发现。我们得提前做准备了。纸上说，六长老想先削弱我们，然后围剿。如果这些都不能成，六长老会御驾亲征。跟他拼了！老子不怕死！不行，一个村一起也打不过，不能硬挡，得想办法让他们想打也打不进来。我知道古精灵王城下有个避难所，或许可用。那太好了，麻烦前辈带路。到了。秦花村人数不算多，这里应该足够了。尽快带人在这里建立生活设施，食水、通风、排污一样不能少。我们难道要躲这儿当缩头乌龟吗？不是躲着，是智取。我要让六长老追着我们到这里，然后断了他的粮、水和路。前辈，麻烦您绘制遗址这里的完整路线图，标定所有分支和隐藏出口。你这是要困杀他们？我要让他知道，在荒漠里，知识比刀剑锋利。现在有个大工程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。以后每个人用劳动换工分，工分可以换饭吃、换水喝、换资源，甚至知识。以后不干活的，干活少的就得饿着了。爸，你带人去暗区上游增设一些陷阱，沙坑迷道都可以。另外，这几天所有人跟骨干前辈去古精灵王城遗址，3日之内，所有人必须熟悉地下通道的入口和路线。去的时候把家里的东西也都搬过去，只留必要的生活用品。同意！说出来啊！驼铃声是商队，太好了，正愁缺东西呢。湖光荒漠长草了，怎么做到的？这是科学种植。你们是商队吧？我们这儿有灵脉，可以和你们换东西吗？我们有盐和铁器。盐我们有了，想换些
铁器。好嘞，不过我得先验验货。好货色，成交。姑娘，你这科学种植能仔细讲讲吗？可以，但作为交换，我想要关于铃木成城的消息。城里最近行情不好啊，铃木城榜粮价涨了3倍，六长老还在加税。据说是六长老最近要打仗了，军费不足。看来六长老为了对付我们，还真是下了血本。谢谢你的消息。科学种植说白了就是不靠祈祷，而靠给植物浇水、施肥来种植，就像精灵吃饭要营养均衡一样。这说法倒是稀奇，六长老好像最看不起人为干涉植物生长的事儿了，你们得小心些。知道了，姑娘，咱们不能留太久，还得去下一个客栈呢。我叫沙狐，下次路过，希望还能有好货啊。粮价3倍还加税，六长老这样，铃木成城上下肯定民心大乱，这是个机会。长老，这一切皆为小人亲眼所见。绿地谷种灵脉公分制，他这是在偷我的子民，偷我的权利。传令下去，凡与青花村交易者处死，凡投奔青花村者连坐家族。是。小人这趟偷偷跟商队回来可不容易，您看能不能多给些赏钱？去领，给我继续盯着青花村。好嘞。商队间消息传得很快，知道我们这儿有好货，一定会有其他商队来交易。怎么回事？商队绕开了。明知道有好货，却特意避开秦花村，这不正常。沙狐老大让我带的，商队不敢来，但很多人要粮。帮我谢谢沙狐的消息，连活路都不给，看来六长老急了。走投无路的人越来越多，想赌一把的人也会越来越多，得利用这个机会。从今天起，青花村全力扩种灵脉，一粒粮也不卖，全部囤起来。求求你，让我进去！我3天没吃饭了。报告，仓库存粮不够了。粮食我们自己都不够，还收那么多人，我们都会饿死的。我们村是公分制，以劳动换吃喝，想吃饭的都得先干活。你的手比脸还干净，不是流放者，说从哪里来的？一个我没了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总有人能渗透进来。看来六长老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。探子混进来这件事，防不胜防啊！六长老为了我们还真是大费周章，所以要分层安排流民居住，原住民住核心区，新来的人住外围。观察7日才能进内圈。姐姐，我可以帮忙观察，我可注重细节了。那就交给你了，青草。但记住，发现异常先报告，千万别单独行动。你敢偷粮，找死！他是饿了，但规矩不能破，罚他3日劳役，挖渠赎罪。粮食不够，是因为种得慢。我要让谷种7天出穗。7天？不可能！铃木成长半年才一熟。我们原本从古精灵王国种子库拿到的谷种，已经能做到20天一熟。只要能做出温室，7天或许也不是不可能。
温生是什么？先帮我找些兽皮，越多越好。兽皮白天放在有阳光的空地下，吸收阳光增温；夜间覆盖苗圃，可以保温，这叫温室。以后，所有人需要观察抽速最快的个体是哪些，保留种子，集中种植。虽然比别的麦穗矮了些，但7日能成熟，已经能缓解馋眉之急了。这个量刚刚好够全村吃7日，想要足量供应，只能7日一轮，不停地种。敢偷兽皮，你小子不想活了？凭什么内圈的人有兽皮，外围的没有？不公平！你们这是歧视外来流民！这些兽皮是给这里的苗盖的，保的是全村的口粮。如果你执意要拿走兽皮，7日后大家就等着一起饿死，你选吧。青花，流民太多了，这里的自然之力都不够分。医疗棚里又有几个精灵开始沙雕化了。青花，他们都开始不同程度的沙雕化了。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！妈，你先等着，我去找爸和古根前辈看看有没有办法。谷歌前辈，您知道枯竭病怎么治吗？枯竭病就是精灵体内的自然之力不足，像植物缺了水一样枯萎。有根治的办法吗？古精灵王用王血花来治愈枯竭病，那种花长在富含自然之力的地方，能净化污染。前辈，那您知道王血花在哪里有吗？在古精灵王城被抽干后，我成了流放者，虽然走过许多地方，但也已经近200年没见到过王血花了。是因为自然之力不足吗？几百年来，六长老持续抽取各城邦的自然之力维持陵墓城邦，除了陵墓城堡外，其他地方的自然之力都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世界上没有能100%转化能量的仪器，我不信六长老抽取自然之力的方法能做到一点力量都不剩。青花，你的意思是？六长老抽取自然之力的地点，如果只有一个，说不定会有集中的自然之力残余。有足够自然之力，就有可能有王血花。可我们不知道六长老具体的抽取点在哪儿。老大，有人求见！外面有个精灵自称认识六长老，还带了个要变成沙雕的孩子。走，一起去见见。你不是六长老身边亲信的女儿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您是洛祭司，我叫叶归，我女儿生了病，六长老认为这是自然之神的诅咒，要把我女儿处理掉。我不愿意，六长老就说服了我父亲一起把我流放到这儿。那可是你父亲，在他们眼里，自然之神的旨意比什么都重要。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先别急，我们有头绪，但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药材。既然你父亲是六长老身边的亲信，你知道六长老之前抽取自然之力的地方在哪儿吗？
那里或许可以找到药材。具体的我不太清楚，但我之前听到过父亲说，六长老要派人去灵木都市西北边，那里附近可能会有精灵留下的大规模扎营痕迹。那我们就去找。找到了，这么大片帐篷，扎营点应该就是这儿。我们找找吧，王雪花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找到了，是王雪花。你的孩子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多带一些王雪花回去，枯竭病人很多，还要晒干一些存防备用。枯枝在发光，难道是因为这里自然之力充沛？灵木之茶，这是吸满了自然之力呀！我们先回去，还有很多病人等着救命呢。青花，多亏了你们，不然那么多流民涌入秦花村，自然之力不够分，病人还不知道要多上多少。明明是六长老和我父亲肆意浪费自然之力，导致自然之力不足，害精灵们患上枯竭病，还倒打一耙说这是诅咒，把我和女儿逼上绝路，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这是铃木成长的城防图，是我走之前收拾行李从我父亲那儿偷来的。铁子，去验一下这张图的真假。快，戒指显示自然之力在前面。长老说要尽快摧毁秦花村的自然之力源泉。之前明明已经说过，不许任何人单独靠近暗渠和绿地了。这些人肯定不是村民，这身打扮是六长老的杀手。但之前的杀手不会吸收自然之力，难道是因为那个戒指？不行，得阻止他们！暴涨！可恶，这些植物怎么回事？铁子，抓刺客！看来他们是靠这个抽自然之力的。还给我！你这小子怎么还拖别人的鞋？老大，我又发现一张纸条。他们还真喜欢把密信放鞋子里。信里说，如果这批杀手3天后没回去，六长老就要亲自率领500精锐，踏平秦花村。3天后，那位大人的计划，谁都不能阻止。比预计的早很多，但幸好我们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长老，情况就是这样，青道士又被那该死的丫头抓住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传令，3日后我亲自出征，我要让那个该死的村子和那些该死的科学一起埋葬在荒漠里。这里分别是陵墓城包城防图、荒漠地形图和风向沙暴季节图。六长老从陵墓城邦包到秦花村必经3条路，北路沙丘区，骑兵无法快速通过；南路盐碱地，没有水源补给；中路干涸河床最平坦，但两侧是风蚀台地，最适合埋伏。埋伏？我们哪有那么多人手？先不埋伏，我们要让六长老以为这里没有埋伏。3天后有偏西风沙暴，他的队伍从荒漠东边来，风沙正面扑向他们。我们在西边，影响小。利用天象制敌，古精灵王也常用此法。
六长老粮草必屯此处，周边有沙枣林，地下水位高，适合驻扎。铁骑，你到时候负责带人去烧粮，用火箭射入粮草堆，点燃后立刻撤，不要恋战。好嘞，老大，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连老天爷都听你使唤。不是听我的，是听科学的。现在所有人按分工行动。准备放火。撤！追！给我追！该死！昨晚起了风沙，那帮饭桶迷失了方向，人没追到，粮草还被烧得只剩半数。明天大军压境，我要让那些流民一口粮也吃不上。真以为烧点粮就能赢？500精锐，踏平一个村子绰绰有余。等着吧。长老，两侧是风势台线，容易埋伏。哼哼，流民哪懂什么埋伏？加速前进！前面是不是有人？看不清，光线太强了。这帮该死的流民！是沙包，看不见了，这把疯了！慌什么？镇定，镇定，维持阵型！这帮蠢货！加快速度，撤入避难所。铁子，都进去了，封门。六长老，欢迎来到你的坟墓。没人，给我搜！绝地3尺也要找出来！我看他们能跑哪里去！这里有脚印，新鲜的，人应该在这附近。这地方邪门啊！长老说必须要搜清楚，走吧。走右边，那边香，左边臭死了。长老说的搜干净，分2队走吧。那你走臭的那边。坏了，是死路，绕回去。我们刚是不是走过这里？鬼打墙，是鬼打墙！我的屁股！看来这错综复杂的杀戮把他们迷得差不多了。明天去给他们送顿饭。要给敌人送饭。饥饿的人才最清楚什么值得背叛，什么值得投靠。断水断粮2天了，我好饿。我要变成沙雕了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神法，这一定是神法。下锅煮粥，记得加点香料。足够香才能钓上大鱼。粥，
是粥的味道。你不会是饿昏头了吧？不是，我也闻到了，在那边。看，那里有个通风口。有人吗？给我口吃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还年轻，不想死。有人想留下吗？想留下的，我的规矩是干活换吃的。想回去的，喝完粥自己走。但下次战场上见，我不会手软。我能留下吗？我想留下来。老大，投降的快有近100人了。意料之中，六长老肆意加收赋税，抽取其他城邦的自然之力，想必对手下的兵也不会太好。洛姑娘，六长老还剩300亲卫队在地面集结，等我们这些先遣队的消息，一有人回报这里有人，就会强攻入口。让他攻，我正好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。长老，里面确实有人，但路错综复杂，容易走错。他们还有食物，看来他们过得挺滋润。给我掘地3丈，扩大通道，然后跟我一起强攻进去。六长老这人权力握久了，自大又没耐心，肯定会从入口正面强攻。但他肯定没想到，我已经把暗渠挖到了这里。铁骑，去把堵住暗渠的石头搬开。是。但是老大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是不给他们送水吗？沙土吸水后会失去承重力，六长老挖得越深，陷得越快。老大，你怎么连这都知道？水文知识，沙土含水超过30%，承重力会骤降。是流沙！长老快退后！那该死的丫头，马上清点人数！报告长老，折损了大约150人。先撤退！长老，陵墓城堡出事了！大人，六长老的粮草被烧，亲坠队死伤过半，陵墓城堡的兵也快断了粮，我们可能撑不了多久了。父亲，六长老迟早会败，你还要跟着他陪葬吗？逆女，现在开城门！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是死罪！开城门，你只是被逼无奈，不得不降。如果不开，等秦花镇的兵打进来，你就是顽抗到底的前朝罪臣。罢了罢了，开城门！但六长老不会这么容易死，至少我们得留条后路。给我盯紧夜归，要是有异动，杀无赦。该死！副手他敢背叛我！长老，陵墓城堡已降，回去大概也会被围堵，不如先找个地方暂避风头。撤！我知道个地方，去陵墓根部。
老大，有人传回消息，夜归在铃木城场那边成功让人打开城门了。走，爸妈请草，还有大家，我们一起回家。真怀念，1年前我刚来到这个世界，就在这个广场被审判流放。六长老跑了，但铃木城墙的天不会塌。从今天起，这里改名为晴花镇。原晴花村村民为核心居民，新投奔者经考察后可入籍。消息来了，有人看到六长老他们往无光荒漠深处跑了，追不追？先稳定城邦。六长老在荒漠里没有粮草水源，跑不远。还好我提前在真正的陵墓内部建了实验室。洛晴花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现在的陵墓不过是我偷来的枝渣长成的。等我的装置完成那天，那些该死的流民全都得死！今日颁布绿洲法典。第1条，废除祈祷税，任何人不得以自然之神名义征税。第2条，开放城败周边土地，按劳分田，多劳过得。第3条，建立公分制，以劳动换食物换资源，不养闲人。第4条，保护绿地，砍棵树必须种10棵树。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是前不久才进城的流放犯吧？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儿，凭什么你一个流放犯来定规矩？没让你们听我的，是让你们听法典的。法典对所有人都一样，包括我。但我们凭什么听你定的那什么法典？听我的有饭吃，你种多少地就能得多少粮，你偷懒不干就没饭吃。六长老在的时候，你们交过税还剩几粒粮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盯紧他的一举一动，还有，想办法尽快联系上长老旧部。我今早一直在观察，我父亲不对劲，他对心腹说了些什么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那么轻易妥协。知道了，继续盯着。此处应该是陵墓暗商，也是最容易让陵墓知己和陵墓共鸣的薄弱点。用知之补全暗伤，自然之力或许会恢复。我试试。几百年了，我第一次看见故土上有曾经的绿意。前辈，以后还会有更多。六长老还活着，就在古精灵王城那边，原本的陵墓根部，现在需要物资。我听到我爸的心腹说，六长老还活着，就在陵墓根部。我去把那个老东西抓起来！不急，我们刚来，对陵墓不熟。我想知道六长老具体的藏身点在哪儿，我们要怎么去？老大，让我带人去古精灵王城遗址那边的陵墓，宰了那老东西。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。陵墓根部地道错综复杂，贸然进去可能中埋伏。先等我们准备好了，再一举拿下。
那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？先稳住城邦，加固防御，储备粮草。铁骑，你去挑选些精壮来训练民兵巡逻队。城门增设岗哨，处处要登记。铁骑，立刻去办。遵令。吩咐下去，就说我年事已高，愿意将部分城防权力移交女儿夜归。大人，这不妥吧？六长老如今正在恢复力量，等他完成那个装置，我们再把一切都夺回来。至于现在，先忍着。大人，我听得一清二楚，六长老的那个副手要放权迷惑我们。这眼线真给力，他这是在给自己留后路，既想从六长老那儿捞好处，又不想承担风险，让他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好。我们要出城。这出城得登记，现在连我的话都不管用了吗？不敢不敢，您请出城。洛姑娘，你猜的没错，我去追，让他走，正好可以带我们找到六长老的老巢。铁子，你带一小队精锐远远跟踪，只标记路线，不要惊动他们。你来了，带了多少物资5车粮食，应该够所有人撑几天。很好，等他完成，我要让那个贱人和他的晴花阵一起灰飞烟灭。今天晴花阵正式立阵。晴花阵，晴花阵，晴花阵，请各位随我来。晴花村进入陵墓城旁以来，陵墓城旁自然之力浓度提高了3倍，绿洲面积扩大了2倍。说这个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，六长老以为他能毁掉我们，但土地不会背叛用知识和汗水浇灌他的人。我们跟着去看了，六长老藏在无光荒漠深处的一处树桩，那里有按钮，似乎通往密室。知道了，消息上有什么发现吗？他们似乎在制造什么装置，跟自然之力有关，军队人数大概300人。地道入口有陷阱，强攻会有伤亡。让他造，等他的装置完成，我们再动手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让晴花镇站稳脚跟，培养自己的军队。等着吧，六长老，接下来就是正式宣战了。这里有个裂缝。小时候我听到过这里有人跟我说话，我跟我爸说，我爸还让我别乱说。现在想来，可能是有什么秘密。难道是关着人？铁子，能砸开吗？我试试。这是精灵王的气息。这些管子看起来是做实验用的。这是精灵王刻下的。看样子应该是在记日子。那精灵王呢？去哪儿了？六长老出征，不可能提前把他带走。可能是我爸把他藏在马车里带走了。该死！
那我们晚了一步。不知谁会看到这些字，但若你看到，请告诉我的子民，我从未后悔成为他们的王。精灵王，我们要去救人吗？要救，但不是现在。我们还在等什么？去陵墓根部救人啊！我们不知道六长老把精灵王藏到哪儿了，况且陵墓根部地道和错综复杂，贸然冲进去，正中他下怀。那难道我们就这样干等着，等着消息也不会送到手里？你忘了，六长老手里有能抽取自然之力的装置，他现在躲在暗处，随时可以抽干青花阵。到时候别说救人，整个城邦都得陪葬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只能先赌一把，救陵墓。陵墓健康，自然之力稳定，即使六长老要强行抽力量，陵墓也能先撑一段时间。用陵墓支叉。对，之前的陵墓暗伤应该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去把枝杈摘下来，修复其他暗伤。好，先断他后路，再要他命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逐处修复陵墓裂痕，同时派人查探陵墓根部的入口。救陵墓和救精灵王，我们要一次性解决。自然之力在恢复。老大，这法子真管用！怎么回事？自然之力在向荒漠方向流失，应该是六长老动手了。若不加快修复所有裂痕，青花阵的自然之力会被他抽干。走，去下一处裂痕。不枉我费尽心思研究制作这个最大功率的自然之力提取装置。等那些流民发现自然之力流失，青花阵早就被我抽干了。等我吸干陵墓最后的力量，青花阵全都得死！怎么回事？这力量气息是陵墓最古老的支叉，好久没感觉到了。老大，自然之力回流了。六长老以为他能毁掉这片土地，但他忘了，土地比任何法术都要顽强。不可能，自然之力在回流！该死的丫头，是你逼我的！最大功率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是陵墓的本源之力。看来六长老这是要同归于尽。老大，不能再等了！铁骑，叫上夜归一起
点50精锐跟我走，其他人留守青花镇。青花镇，等我。老东西，反正你也活不久了，给我发挥点剩余价值吧。来吧，洛青花，我等着你来送死。下面就是陵墓根部，只有一条路通密室，但六长老肯定布了陷阱。老大，我先走。跟紧我，注意脚下。老大小心！铁骑，小声。神了，还能止血？只能止血，回去让我妈重新处理。精神倍儿棒，老大，我没事了，咱继续走。来得正好。我在父亲那里见过，这些是六长老的禁忌法术阵。才发现，来不及了！快跑，冲进去！小贱人，你终于来了，喜欢我为了你做的一切吗？喜欢个屁！你根本就没把任何人，包括陵墓城堡和你的民众放在眼里。伶牙俐齿，你也就能蹦跶这一会儿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拿着那根破树枝是什么意思？你真觉得一根破树枝能赢我？这里是远古精灵王城遗址附近，古根前辈说，几百年前六长老偷取陵墓枝，种到陵墓城旁那边，又抽取自然之力催生，才有了如今陵墓城邦那颗陵墓。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有些像木桩，如果猜的没错，这里应该才是原本的陵墓，就赌一把吧。铁骑，拖住六长老！来，你的时代结束了。什么？哦！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都别动，否则他死！你卑鄙！放下武器，不然我捏碎他的喉咙！别听他的，杀了我！不行，老大，没别的办法了。不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
干这老东西最后的力量，我要让整个精灵界陪葬。几百年前，我是信任你，才把进入陵墓的权利交给你。你比我懂自然之力，陵墓交给你照顾，我也能放心治国了。来人啊！精灵王遇刺！你太软弱了，精灵界不需要仁慈的王，只需要力量。几百年来，我听着陵墓的哀哭，看着我的子民受苦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但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做一件事了。老东西，你想做什么都晚了。等我抽干你最后的力量，就算不能灭了整个精灵界，至少也得让晴花镇陪葬。快，杀了我！他要用我体内的自然之力完成法术，只要我死了，他就失败了。老大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不杀你，你得活着，精灵们还需要你。我早就该死了，至少让我死的有价值。多感人的戏码，可惜你们来不及了。你坚持住！现在，我至少终于可以为我的子民们做一件事。老东西，你疯了！老东西，你疯了！几百年了，我终于可以为自己做一次决定了。不，快停下！你输了，不是因为力量，是因为你不懂为什么要守护这片土地。你就是精灵王吧？我们这就救你出去。不用了，我本来就油尽灯枯了。几百年被关着，突然有点怀念外面的阳光。孩子，请替我多看看吧。精灵王！精灵王真的离开我们了吗？既然精灵王林木将王冠交给您，请您戴上王冠，成为精灵王国的新王吧。秦王万岁！秦王万岁！新王埋了王冠，精灵王把一生献给了这片土地。他把王冠给我，不是让我坐在王座上，而是让我替他守护这里。王冠应该回归土地，就像精灵王回归陵墓。从今天起，晴花镇没有王，只有种地的人、浇水的人、守护这片土地的人。
六长老谋反被处死了，又没有王，谁来管我们呢？以后你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王。说的好听，您说没有王，那以后谁说了算？遇到争端谁来裁决？外敌来了谁来指挥？问得好，我的答案是大家说了算。我打算建立一个秦花议事会，由原秦花村代表、铃木城旁原住民代表、头城士兵代表各选3人，共9人。遇到重大事项，就由各方共同投票决定。这也太麻烦了。你要是觉得麻烦，可以提出一个更方便的方式。最讨厌动脑了，当我没说。那您做什么？我负责带队种地，需要我出主意的时候，我出主意，但决定权在议事会。精灵王把一生都给了这片土地，现在该由大家一起扛事了。六长老已逝，民众们从今天开始会学会自己打理好精灵王国，您可以安息了。若能重来，我还是要当这个王，因为没人比我更爱这片土地。您放心，我保证，这片土地不会再让坏人糟蹋了。号外！秦花议事会第一项议，投票结果揭晓，新鲜热乎的报纸啊！老大，虽然六长老遗留财产按人头平分确实公平，但一般这种不是对都得充公吗？无论如何，这是你们自己第一次做的决定，这就很好了。您这样打理好一切，总有种您要离开的感觉。您要离开吗？还没有呢，后续还有些规划。旧贵族肯定不甘心如今的结果，而且我后面也想再培养一批专业种植的孩子们。姐姐，我想跟你一起学种地。好，我之后要建个专门教种地的学校。种地也需要很多很多知识基础的。晴草，你先好好学习，等打好基础，姐姐亲自教你种地。那可就说好了哦。说好了。今日第一课，植物为什么需要水？就和精灵需要喝水一样，万事万物的身体构成里都有水。水是生命之源。一个流放犯也敢办学，教什么？教人挖沙子？我在这儿放一盆花，3天不浇水，看它什么状态。原来不浇水真的会死！雕虫小技，真正的种植还是要靠祈祷自然之神。想学的留下，不想学的请便。哼！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古根前辈，明明六长老的装置已经损坏，自然之力已经恢复，陵墓为什么还不建好？这是陵墓腐朽的味道。什么意思？六长老几百年不间断抽取自然之力，陵墓根系已受损，若不修复，陵墓会慢慢死去。整个精灵界的自然之力大概会在300年内枯竭。这个丫头连陵墓都救不了，凭什么管我们？古根前辈，有办法治吗？我依稀记得古精灵王似乎有一本陵墓养护手旨，但我也只在年轻时见过一次。既然有，我们去找。铁子，
备马，我们去古精灵王城一祭。啊！松土通气，除虫施肥，建立根系灌溉网，和前世学习到的种树知识也没什么两样嘛。林木之伤，非一代可愈，需100年之功。100年就100年，没关系。精灵寿命长，我们还有无数个100年。况且，前世护林员前辈们种树，也是需要很多很多年的。我亲眼看到那个丫头对陵墓伤痕束手无策，她凭什么管我们？又是那帮麻烦的旧贵族。我们要跟你谈谈。你们想谈什么？我们要求恢复祈祷税，恢复贵族土地控制权，关闭清华学院。那我问你，凭什么？我们有世袭土地权，这是古精灵王赐予的。精灵王已逝，古精灵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现在是绿洲法典说了算。法典规定，以劳动换土地和粮食。你有种过1天地吗？破法典凭什么有效力？那你得和秦华议事会的代表们商量为什么有效力。这些都是大家协商一致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你会后悔的！那个该死的丫头能当什么事？去联络北边3个城邦的旧贵族，就说秦华镇乱了，是时候恢复古制。看我不给他制造点麻烦。那种小丫头，估计吓一下就哭了吧。老大，有人来报说那个该死的贵族在暗中联络北边3个城邦的旧贵族，想要恢复古制。要不让我带兵把那老东西抓起来？抓了还会反的。他们不服的不是我，是他们没见过的东西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被动挨打吧？我打算用事实说服他们，带他们参观秦花镇的成果，农田、暗渠、绿洲、治沙区，让他们亲眼看看科学是怎么让荒漠变绿的。告诉宁河川，明天一早我在学院门口等他，不来以后就别来了。老大，那老东西要是耍花样呢？那就让他亲眼看看，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人，来传话的人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您不去，以后就别去了。不知死活的丫头，真是胆大包天！去就去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大人，我们要不要趁机摸清他的底细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少兵力，多少粮草，也好给北边传个准信。正有此意，他敢带我们参观，我们就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等摸清虚实，里应外合，这里还是我们的。亲手拔一株，数数麦粒。120粒。旧法种植最多30粒，我们改良过的可以有120粒，这就是科学。产量高有什么用？味道能好？来人，上粥。这是以前的地图，在我流放前，这里是荒漠，这里也是荒漠。现在，他们都变成了绿洲。父亲，这真的是不靠祈祷就能做到的？祈祷不能改变土地，但科学可以。3年前，
这里还是死沙。现在草方格固定流沙，梭梭树扎根。等我们种了树，再过10年，这里就可以变成林地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科学，还有，我们愿意花时间等土地恢复。我们想学。我想学。父亲不会同意的，但我要来学。明天清晨，秦华学院会正常开门，来不来就是你的事儿了。你小子大清早的吓死个人，在这蹲多久了？没多久。进来，先帮忙搬肥料。好。你画错了，腐叶在下，沙土在上，要分层。带上，你这手还要留着种树。谢谢。大人，要不要把少爷叫回来？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在干什么？父亲，那些麦田，那些树，您都亲眼看到了，那是真的。真的又如何？你是贵族，你这样是丢尽了家族的脸。贵族又怎样？六长老也是贵族，但他都快把精灵王国毁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。我在学让土地活过来。你真想学？想。这事我不管了，但别让他偷懒，我宁家的儿子不能差。宁大人，3位城主已经点头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北边3000精兵随时可以南下，恢复古制，就在今朝。你们看过青花镇的麦田吗？麦田又如何？他抢了我们的地，我们的民。他种出来的地，你们种得出来吗？不能。回去告诉3位城主，容我再想想。父亲，我想跟您谈一下。聊什么？我不是答应你让你种地了吗？父亲，我知道您的顾虑。秦华老师说，不是所有古制都必须遵循，发现没有用的方法就要及时更换。你想说什么？父亲，我不想再过靠祈祷吃饭的日子了，也不想再看到其他精灵们交完祈祷税之后饥一顿饱一顿了。父亲，我不希望你走上错的路。别紧张，你学得很快，从明天起，你可以跟着古根前辈学进阶课程了。这个是灵脉养护首席的抄本，好好拿着。谢谢秦华老师，是你自己争气，去吧。老大，查到了，宁家那边有动作，但暗中串联的不是宁河川，是他侄子宁流。那小子在北边3个城邦之间跑来跑去，打着宁河川的旗号招兵买马。宁河川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。宁流是自己想当贵族之首，拿宁河川当幌子。走，去会会他们。叔父，北边3位城主已经答应出兵了，只要您点头，秦花镇就
就是我们的。你见过秦花镇的麦田吗？见过，那怎么了？叔父，您不会是被那丫头打动了吧？贵族种地，说出去宁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宁流，你打着宁家的旗号勾结外敌，这件事你叔父知道吗？宁流，你背着我做了什么？我没有。这是你写给北边城邦的信，上面有你的私印，还要抵赖吗？打着我的旗号要造反！叔父，我只是想恢复我们宁家的荣耀。荣耀！你差点把整个家族拖进深渊。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秦花镇北边300里是死土区，寸草不生。宁流，你去那里种树。3年能种活100棵树就回来，种不活就不用回来。你要流放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是谁不重要，而且不是流放，是给你机会。通敌叛国可是死罪。骆驼认得路，别想着跑，而且你这贵公子也跑不远。宁流，活着回来。记住，3年种活100棵，出发吧。上节课我们讲了陵墓的根系结构，今天讲陵墓为什么在枯萎。六长老抽取灵脉几百年，陵墓的根已经烂了大半，若不救治，300年内整个精灵界的自然之力会彻底枯竭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还能有自然之力吗？有的，但我们要对陵墓进行一些保护和修复工作。青花老师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？从今天起，秦花学院启动精灵界生态恢复100年计划。第一步，松土通气，陵墓根系被压得太紧，需要人工松土。第二步，除虫施肥。第三步，建立根系灌溉网，让自然之力均匀流向每一寸土地。100年计划要100年吗？是以100年为单位来计算一个保护和修复计划。陵墓被抽了几百年的力量，恢复期也会很长。同学不用太惊讶，精灵的寿命够用了。这项计划要靠你们每一个人来完成，谁愿意第一个报名？老师，我愿意。哇，老师，老大，这法子真管用，挖土谁不会啊？你看看这土，板结的像石头，把你埋下去，你也呼吸不了，根也一样。这里的根须已经开始发新芽了，再有1年，陵墓的裂痕就能止住。老师，快看这里，有新芽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土地的回答，你对它好，它就对你好。老大，你那什么100年计划，我铁骑跟定了。裂痕深处最容易藏虫卵，草木灰水防虫要刷深一点。秦花老师，这些虫子会吃陵墓吗？当然会，陵墓虚弱的时候，虫子比干旱更可怕，所以我们要帮它。肥料不能堆在根上，会烧根，要埋在离树干3步远的地方，让根自己去找。老师，等陵墓好了，死土区那边的树也能用这个方法吗？当然可以，前提是你能把树种活了。陵墓终于基本修复了，自然之力不会再渗漏了。是自然之力，好浓郁的自然之力。老大，100年计划这才过了3年，就有这效果，
这才刚开始，真正的大树要长很多年。洛小姐，我服了。我们宁家那几块地按绿洲法典分了吧。我宁家从今天起就种地了。父亲，您终于愿意正式种地了。你是宁流，你回来了。3年，100棵树，我种活了。这个本子里记录着所有种树的日期、地点、存活情况。恭喜你，宁流，103棵，你多种活了3棵。叔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您罚我吧。活着回来就好。宁流，死土区的树以后还归你管。你现在可以去秦花学院报到，从基础课开始学。那不是宁家的侄子吗？听说被流放了，种了3年树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100年计划已经走上正轨，但我不可能一直在这里。老大，你要走？去哪里啊？不是现在就走，但我今天要指定传承者。铁吉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护林大将军，负责整个精灵界的生态防护。老大，你放心。古根前辈，您担任首席学者，把灵脉养护手职传下去。老头子还能撑几年呢？沙狐，麻烦您担任贸易总管了。好，我当初果然没看错你。叶归，你就接任你父亲的职位吧，我相信你。洛小姐，叶归定不负您所托。妈，你就继续当医疗部总管好了。青草，你要好好学，等姐姐走了，秦花学院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你们2个就负责死土区扩建吧，把树种到北边3个城邦去。是。青花，你真要回青花村住？对啊。姐姐，青花镇不好吗？就是啊，青花，你跟我们一块住城里吧，妈妈会孤单的。秦花村有我要守的东西，那里有第1棵草，第1棵树，有我们一起挖的第1条暗渠。那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能生长的地方，就像每个人、每个知识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。